假设时间来到2027年3月，解放军对台湾发动攻势。对普通上班族来说，战争不一定会先以电影里那种爆炸画面出现，它更可能先出现在手机推播、公司群组、捷运广播、便利商店货架，还有家人一直打不通的电话里。2027年之所以被反复讨论，是因为外界曾多次提到，解放军可能在2027年前后具备更完整的对台军事行动能力。这个年份不是确定开战日期，而是代表台海军事压力、政治判断、灰色地带行动与区域风险会进入更敏感的阶段。我们先把时间设定在台湾海峡海象最适合渡海的3月，思考一下这个时候台湾人的生活日常。农历春节后，公司开始追第一季业绩，学校正常上课，清明前的扫墓、返乡、订票和请假也开始累积。北部早上可能还有湿冷雨气，中南部白天逐渐转暖。表面上，社会正在恢复正常，实际上，通勤、人潮、家庭移动和工作压力都已经让整个城市处在高度运转状态。早上7点半，捷运站挤满上班族，有人拿着咖啡，有人回主管讯息，有人看股市新闻，有人赶着9点会议。手机推播突然变密集，海空域异常，国防部说明，地方政府提醒，讯息一条接一条跳出来。这个时候，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不会是避难，而是先询问同事有没有出门，主管有没有说话，公司群组有没有通知，继续去公司吗？不去会被扣薪水吗？接踵而来的问题与考虑，将使自己的行动更加混乱。台湾上班族太习惯通勤，捷运、台铁、高铁、公车、机车、桥梁、隧道、快速道路，平常让城市有效率，战时初期也可能变成压力点。警报一响，交通管制开始，社会陷入一片混乱，公共交通可能停摆，私家车不能继续在路上行驶，行人被引导往避难所避难等，这些与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人事物摆在眼前，你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？所以战事升高后，第一个要打断的就是照平常方式往公司移动的惯性。人在捷运站，先跟着站务和警消指示往地下层或避难空间移动，不要停在月台边滑手机，不要卡在手扶梯出口，不要在人流交汇处打电话。人在路上骑车或开车，遇到管制就靠边停放，带着手机、钥匙、钱包、证件和随身包进入附近坚固建筑或地下空间。主要道路在战时会留给救护、警消、抢修和物资运输，个人车辆卡在路上只会让整个城市更难动。人在公司，第一个动作是离开窗边、玻璃帷幕、外墙、展示柜、会议室玻璃隔间，都会提高受伤风险。地下室、建筑物内侧、防空避难空间、楼梯间附近，会比漂亮的窗景更适合停留。办公室里的人性会很真实，有人开始骂政府，有人开始怪公司，有人一直滑手机，有人想冲下楼买水，有人站在原地完全不知道下一步，也可能有主管还在问会议能不能改线上，因为主管自己也慌。这些反应都很正常。真正麻烦的是，当每个人都被恐慌拉着走，办公室就会失去判断顺序，日常感开始消失。会议取消，总务找大楼避难空间，人资统计员工位置。表面上大家还坐在办公室，心里想的其实是家人在哪里，家里有没有水，手机还剩多少电，晚上到底能不能回去。这时候，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会浮上来。此时的台湾仍然会有人继续上班，医院要开，急诊要收，电力要抢修，水务要维持，通讯机房要有人看守，政府机关要发布命令，媒体要传递资讯，物流要运送药品、食物、燃料和救灾物资，金融清算、资安、交通管制、警消救护也都需要最低人力维持。社会会被切成3层，第一层是必要维生系统继续运作，可能轮班、留守、待命。第二层是客服、IT、行政、财务、电商、后台等可远端工作，改成最低限度运作。第三层是一般会议、业务拜访、活动、展览、娱乐、补习和非急迫专案暂停或延后。所以暂时仍有工作，但不代表所有人都该照常通勤。一般上班族要看政府命令、公司位置、工作必要性、
通勤安全和家庭状况。公司如果靠近港口、机场、大型车站、重要桥梁、军事设施、政府机关、电力或通讯设施，移动与停留风险都要提高评估。便利商店的水、饭团、面包、电池、行动电源、口罩、常用药快速减少 ，ATM 前面开始排队，加油站车龙变长，药局开始限制购买数量。原本只是想买个午餐的人，突然发现货架空了一半，心里也会跟着慌起来。真正让城市失控的，往往是所有人同一时间做出同一个反应。就像之前的卫生纸事件，看到别人买水就想跟着买。看到车站人潮就想赶快回家，看到群组传言就想立刻转发，这些反应都很人性，但暂时最需要的是降低消耗，少刷影片，少转传，少抢购，少把车开上主要干道。这时候身体开始累，脑袋开始慢，每个声音都像危险，每个讯息都像关键消息。人最容易在疲劳和焦虑中做错决定，尤其是在想赶快回家和不知道路上安不安全之间反复拉扯。听到警报，先进入掩蔽，警报解除，确认状态，讯号恢复，回报家人。交通不明，留在安全位置。官方没有确认，群组消息先不要转传。另外，最大难题会变成要不要回家。公司可能比路上安全，家里可能有老人、小孩、宠物需要照顾。清明前的返乡和扫墓需求也会让跨县市交通更复杂。很多人会想从台北往中南部移动，或从外县市赶回老家。这种冲动可以理解，因为人在危机里最想回到熟悉的地方，也最想确认家人平安。如果真的需要跨县市移动，则要放到后面再行动。你要先确认路线是否开放，目的地是否安全，到达后是否有水、食物、药品和可停留空间。缺少任何一项，移动就可能把风险从公司或住家转到路上。战争第一天最难的选择，常常是忍住不要乱动，尤其是晚上，压力会换成另一种形式。白天是交通、人潮、讯息和抢购，晚上是停电、断讯、远方声响、家人失联和不确定感。手机每少一格电，都会让人更焦虑。回到家后，要建立72小时基本生活能力。所有装置先充电，行动电源充满。水壶、锅具、水桶先装水。食物分类，冷藏冷冻品优先处理，干粮、罐头、即食食品留到后面。现金、证件、健保卡、常用药、手电筒、收音机和重要文件备份，集中放进可以立刻带走的小包。有人留守，有人远端，有人停班，也有人完全没收到公司通知。到了这个阶段，上班族要把顺序重新排好。政府警报优先于公司讯息，交通管制优先于打卡时间，避难安全优先于会议进度，家人失联优先于一般工作，必要产业维持最低运作，非必要工作延后处理。战争靠近时，第一场考验不一定发生在前线，它会发生在通勤路上、办公室里、公司群组中、便利商店货架前、家人联络讯息里。真正的准备不是等到警报响起才开始找避难处，真正的准备是在还能正常上班、正常买水、正常回家的今天，就先知道那一天来临时，第一步该做什么。本频道会持续把战争、防灾、避难拆成普通人听得懂、做得到的行动步骤。留言区可以留下所在地区与通勤方式。本频道下一集会从不同城市、不同通勤族的角度，继续整理暂时第一天最该避免的错误。